我甚至會擔心說，他是不是原來想撞中南海，就沒有撞到，不小心撞到了這個中信大樓，他是想撞我。中共他一定會往這方面想，習近平一定會整肅一些人，因為借這個題目整肅一批人，不管相關不相關，因為我反正明年21大，我要安排我的人，這個是一個生死攸關的事情。大家好，歡迎收看《震驚最前線》，無馬看中國，我是主持人張宏林。再次感謝收看我們的節目。最近在中國有一個非常重大的一個公安或者是內部國安的事件，就是有一台小型的飛機去撞了北京的中國尊大樓。這棟大樓大家不知道，會覺得撞大樓當然也是一個大事啊，在全世界這拎上國際新聞。但重點是在中國發生，特別又在北京呢，哇，這在天子腳下。那這棟中國尊呢是整個北京最高的大樓，雖然在整個中國排名第6而已，但在全世界排名第11。它多高？108乘528公尺高。我們才101大樓，是比台灣還要再高哦。樣態上來說，這當然是一件大事。你可以想象，台北如果出現一個什麼樣的這個我們剛講小飛機去撞上101，那開玩笑，這已經是全世界的大新聞哦。那但這件事情很快的，當然中國就把這個訊息給做封鎖，然後很多人就也因為這樣子做了這些動作，讓大家更好奇哦，這到底是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是單純的這個公安的意外，或者這背後有很多其實必須要去追究或了解哦。對北京來說，這件事情到底會產生了什麼樣挑動他們的敏感度哦？我們今天好好來談一下。那我們高興再次邀請到台大政治系的名譽教授閔居正老師哦，好來幫我們談一下這個題目。閔老師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是哦，老師，我想這個中國尊被一架輕型的小飛機撞，其實那個影片在初期還是有流出來哦。那所以這件事情尤其是發生在中國這麼核心敏感的政治中心哦，老師怎麼看待這件事情？到底是怎麼回事？就我們目前知道的資訊是什麼呢？因為開頭的時候這個最早是在網絡上流傳，那我那時候是看到影片，然後聽到一些就是片片段段的一些消息，也拼不太起來。那後来當然就慢慢消息就多起來了，然後海外的網絡呢各方面也提供了一些資訊，所以現在拼起來資訊比較完整，不過還是有限。我們先說官方说了什麼。官方在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呢，才發布了一個的幾百字的這個在上百字的一個新聞吧。他這樣講的：6月26號17時55分，在朝陽區東三環附近，一架這個單發雙座的輕型運動航空器他說輕型運動航空器沒有輕型運動機、飛機什麼的，在飛行中碰撞一個高層建築，機上駕駛員只有1個人，然後死亡，現場13受傷。目前受傷人員在全力救治中，相關情況由主管部門進一步調查。那看起來四平八穩，但是有幾件事情呢沒有講。第一呢，他這個飛機駕駛員呢是1個人，但通常我們會講說男性或女性。那如果可能的話，你會揭露姓名跟背景，這樣他都沒有講。再來就是撞哪一棟大樓沒有講他是說在東三環附近什麼等等。準確說，就你剛剛講的，其實我們都知道是中信大樓，是中信尊。那這些我們的詳細怎樣再詳細說？我們先回來說這個飛機。飛機呢是大陸這個三和科技生產的，是雙人座的這輕型飛機，叫 Aurora， 然後 SA 的60L 型的這個輕航空，它屬於東石東岳通航公司，他們是一個叫做什麼？像是飛行訓練公司這樣子，或者飛行訓練學校。這在很多國家都有了，因為很多人他也喜歡這個有飛行夢，有飛行夢啊，或者有什麼這些運動的這些愛好什麼等等。那有人去飛滑翔翼，但滑翔翼比較危險，所以有人去開這個小飛機。那麼這個呢，就這麼一個駕駛學校。消息出來之後，我們最早是看到什麼呢？是看到那些航空界的一些群組呢，傳一些消息說，有一個駕訓會的，他參加這駕訓學校嘛，駕訓學校一個會員或一個學員呢，他在這個5點半的時候呢，去開了一個飛機，從這個平谷區，從北京的平谷區石佛寺的機場呢就單飛，17點40分的時候呢，飛到哪邊呢？被呼叫呢就失聯了，他自己把那關掉了。然後呢，後來過了沒多久呢，就撞了，就10幾分鐘就撞了。
飛機呢，就剛剛講了，是輕型飛機，只有300多公斤，撞的那大樓呢是中信大樓，就是剛剛你說的，是這個北京的第一高樓，它一共是108層，撞到現在我們聽到消息是撞到第83層，啊，那為什麼是83層？我們等一下再說。那我們要看到的這網絡上傳的影片，就是撞了一個洞，嚴格說來的洞不算大。我們這邊是經過911事件的了，我們是看過那個畫面的，所以當時覺得非常驚悚。哇，飛機撞上去，然後整個大樓噼啪燒上就垮掉了。所以當時我們看到的時候，當然第一幕呢就想到這個，不過這個呢幸虧沒有釀成那麼大的事情。不過總而言之，撞完之後呢，飛機殘骸掉下來，掉地面，然後燃燒什麼等等。好，那網絡上傳的消息呢，也就是飛行員死亡，然後有人受傷。好，那當然你說規模是遠遠不能跟911相比，不過重點是什麼呢？你不管怎麼說，北京畢竟是中國的首都、首善之區，然後管制非常嚴密。你在照理說空防也應該是非常非常嚴密，應該講說是滴水不漏的。所以你居然發生這麼大一件事情，所以大家覺得不可思議。然後更重要就是，他撞的那種大樓呢，也不是普通大樓，是中信真是中信大樓，是中信集團總部。所以这些事情拼起來呢，都會是一個比較複雜的故事。而且我們猜呢，它的後效應恐怕會超過我們的想象。我們剛剛聽起來很難想象北京這麼戒備森嚴的地方。我們剛剛特別回過頭，讓我腦中想起一件事。老師常常會談說，打台海不如打中南海。對，還真的嘞，真的打中南海好像不會太難哦。所以在這部分來講，大家覺得真的是意外嗎？或者是這有可能是報復？就老師現在所看到的這些資訊。對這件事情到現在呢，我們看看，就是剛剛只是初步介紹一下，但你仔細推敲呢，的確裡面有很多疑點是目前為止還不太容易理解的哈。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個小飛機怎麼會飛進這個北京去？各國首都都這樣，尤其是現在無人機這麼進步，各國都怕說這個政治經濟中樞呢受到打擊或受到攻擊。你不要說政治目的了，你光說一般的那個恐怖攻擊什麼也好呢，或者說就是或神經病也好，不要說恐怖攻擊，就是神經病也好，大家也覺得說那震動非常大。所以對這種各國首都管制嚴明，那是絕對不容置疑的。所以大家最大的問題就是一個小飛機怎麼飛進一個中國空域管制最嚴格的一個地方，這個很難想象。它其實我們知道了，北京大概一兩個月前呢，已經開始管制無人機跟無人機的零件呢進入到北京市了，已經開始管制了。那你說連無人機比這個小飛機要小的啦，這小飛機起碼有個300多公斤嘛，無人機一般來說就是幾十公斤而已啊。你說到100公斤無人機都已經是那種就戰爭級的那種武器級的這種東西了。現在你說一個飛機從石佛寺飛起來，飛到中國尊，以剛剛講的 Aurora 這一型的這個航機來說，它20多分鐘而已啊，所以半個小時不到就飛到了。那你從台灣來說，那半個小時的小飛機，你飛幾個縣市很正常的事情，對不對？所以很難想象。而且按照就是我們在網絡上看到消息說，當這個飛機飛到它偏離航線之後呢，塔台已經發現，塔台呼叫它，然後它應該是把那個呼叫器關掉了。那關掉之後呢，就繼續飛。所以塔台看它就是繼續偏向飛航。那最後怎麼辦呢？就叫這個直升機，叫這軍航的這直升機去查看。軍航直升機起飛還沒到現場，它已經撞了。那麼也就是說，這暴露出來就是空防的能力、空防協調裡面呢，的確出了點紕漏。至少空管空防呢，這地方將來究責那是跑不掉的了。這我們有空再慢慢說。其實過去大概幾年前呢，我們在研究戰爭的時候就已經想過這件事情，因為那時候，其實我得這樣講哈，早在俄烏戰爭之前，我們就注意到無人機的作用，所以當時，我記得我還沒開始做節目呢，還沒跟真正上電視做節目，當時只是為了學校教書呢，要研究新的武器的發展或戰爭形態的發展呢，就去研究無人機。我們已經曉得說，當時台灣造的無人機已經有能力呢，就單程飛到北京不飛回來，已經可以做到這一步。
然後我們也曉得它可以載重載到多少重量。那問題是當時載的什麼呢？是攝影器材。那我們說，如果不要攝影器材，你換成別的東西可不可以？那可以。載重多少公斤我們知道，所以它飛多高、飛多遠、載重帶多重的，我們心裡有數的。那後來我就跑去問空軍，我說：那這種飛機啊，如果在天上飛，你們空軍抓不抓得到？他說抓不到。我當時嚇一大跳，我說為什麼抓不到？他說很簡單，3個原因。第一，它飛得低。它如果飛得高的話，我們還有可能抓到，但它只要飛到1000公尺以下，我們就不容易抓到。再飛低一點點呢，我們就抓不到。我說為什麼抓不到？它雷達看地面有死角，為什麼呢？因為地面有雜訊上來，有反射波上來，雜訊上來，所以雷達看地方就看不見了。然後它飛得低的話，我就看不到，這是第一個因素。第二呢，飛得再慢一點點，我不容易追蹤。第三個最大問題是它小。它小的話呢，你在雷達上截面非常小，所以現在我們大家都看到說隱形飛機和逆中飛機嘛，隱形飛機跟逆中飛機它不是真的隱形，因為你眼睛看得到它。所謂逆中或隱形是它對雷達逆中或对雷達隱形，也就是雷達抓不到它。為什麼雷達抓不到它呢？雷達抓得到它，但雷達看起來它很小。它把那個第一，它的飛機的這個機身改變了。所以雷達波打上去之後，它會彈開，這第一個。第二呢，它把那個塗料改變了，所以它不太反射，或者彈掉了，或者反射回來比較少。所以一個大的戰鬥機過去呢，雷達看它像一隻小鳥，那雷達就認不出來還是戰鬥機。所以並不是說眼睛看不見，不是真正逆中。這就為什麼上次美國去打伊朗或者打這個委內瑞拉的時候，地上人眼睛看得見，可以用步槍去打它，可以用機關槍打它，但雷達看不見。問題在這裡。所以小飛機的原理跟它一樣的，它飛得比較低，然後它又比較小，所以看不見。所以我猜呢，就是它在這個在北京呢能夠這樣飛呢，也是因為它小跟它低。那再來講到就是它撞上大樓，你剛才講它撞的是中信尊，是這國企的中信集團的總部。它是北京的最高建築，是東三環的這個商業中心。那照理說呢，是一個非常用我們的話說叫蛋黃區了。跟央視的大褲衩呢是隔街相望，所以那地方是可以說是中心的中心，而且就剛剛你說的更敏感的就是它離中南海非常近，大概直線距離差不多6到7公里吧。所以以這個飛機每小時200多公里的航速來說的話，大概1-2分鐘就到了。所以它當然我們還不知道是不是虛擬，我們等一下再講。它現在撞的是中信尊呢。中信尊當時是2018蓋好的吧？蓋好之後，他們要去這個審批的時候呢，聽說國安單位去看到之後呢，還有108層，說最高的3層呢，如果天氣好的話，用肉眼呢可以看到中南海那個辦公區的西側，可以看到西側。你用軍用望遠鏡的話呢，可以看到西側裡面人跟活動的情況，所以那是有安全危險的。我再說一遍啊，各國對於首都附近的高樓呢都有管制，這個正常的。所以中信大樓當時傳說是被管制，所以傳說是最高3層呢給國安單位進駐，那別人都不許進去。然後軍用望遠鏡不許帶進去啦，然後一般人閒雜人等不許去，那也是應該的。但是這個小飛機呢可以這樣去，然後撞的是這棟大樓。那你如果是撞的是別的樓，或者是你撞中南海呢，那就另外一件事情了。所以第一呢，這個飛機這個很特別，然後它撞的這個大樓很特別。再來什麼呢？我們剛剛講了，官方是給了一個這個100-200字的這個解說，但是非常簡單，沒有說飛行員是誰，沒有說姓名，沒有說背景，但更重要的是連性別都沒有講。一般來說我們說啊，男性51歲什麼等等啊，然後明顯死亡，我們會這樣講。那有的時候是為了保護個人隱私，那有的時候是為了說，我現在司法調查有些事情還不方便揭露，這我們也都可以理解。好，但重點是什麼呢？重點是中信集團呢自己很快呢就發了一個消息，因為那天是28，那天是27號，28號的時候呢，中信集团呢他們在一個那個不太起眼的一個微信公眾號一個上面就發了一篇文章說，第二天呢就發了消息說他們這樣講的：2026年6月27號
那個中信銀行的理財專戶的投資線條的總經理劉俊華分享了他的企業發展思路啦，深度解讀了公司什麼什麼路線啦，什麼等等等等。你不發這個還好，你一發呢，就讓我們家更加懷疑了。為什麼呢？因為當初傳出消息的時候，剛剛不是講說航空界就傳出了這些，在網絡上就傳出消息嗎？說聽說開飛機是個女的，然後叫什麼名字？叫劉俊華。劉俊華什麼人呢？大家一查說，哦，他是這個有中信的這個網站上面呢，他有一個子公司裡面有一個高管呢，女的呢就是劉俊華。然後有一個外國記者呢，就跑到那家飛行公司這個駕訓學校，就跑去看，就看到現場了，已經有公安跟警察呢在那邊調查。然後那個外國記者呢，就拍到了現場的呢一輛汽車，拍到車牌。這個記者也做功課做得很好，他就回頭查這車牌，這車牌的車主呢就是中信集團劉俊華。所以幾個這樣拼起來呢，那這個消息大概就不會錯了啊。所以我剛剛講說，中信集團如果不發那個闢謠的文呢，可能還沒事。你一發闢謠文呢，就更加深了我們的這個確認。我們說應該就是中信集團的劉俊華。好，那這樣這幾個就拼起來了。那現在剩下的問題就是動機了。那這個我們等會兒再說。所以大概現在是這樣子：這個中信集團的一個高管女性叫劉俊華，然後不知道什麼原因開了飛機，然後跑去，然後撞了大樓，撞哪裡呢？就撞自己服務的那個中信公司的大樓。是老師剛剛提到，到底是誤撞哦，或者是有一些動機哦。既談誤撞的部分，我想像我們自己哦，本身沒有學過開飛機，不過你應該知道發生了一些歷史的一些案件上，以台灣來講，復興航空之前在基隆河高架橋的部分撞到那一次哦，現在也造成一些死傷哦。那裡面就是它避開了夜市跟大樓，不得不找一個最少人的部分去做一些我們剛剛講安全的着陸。如果是以美國來講，大家有看那個這個電影哦，甚至拍成電影，就是哈德遜的這個空難對，那個機場也是，開玩笑，他真的如果照原來起飛就往那個都會的人下去撞下去，那還得了？他選擇去下所以他下了水，就說老實說，他也知道他的機上乘客也有風險，但怎麼樣，他就是知道要避開，所以。這種種問題當然都會引起大家，當然現在一定會說沒有，就是單純就只是個意外。但老師你怎麼看呢？我覺得當然我們不能排除單純意外哈，因為現在看起來國際專家都有注意這件事情，因為你地方很特別嘛，你不說撞什麼大樓，你光說在北京發生的事情都很敏感，所以國際上很多專家就出來評論這件事情。那我看了有個說法，就是有幾個原因，一個純粹意外。這意外分兩個部分，一個是飛機本身出意外，飛機本身故障。我們不要說開飛機，開車我們的小有時候會故障的，對不對？所以飛機本身機械出問題，然後失控沒辦法，最後呢就撞到大樓，這第一種可能。第二種可能就是人出問題，譬如說心臟病，這個我們都聽說過啊。的確是有了，有啊，我們不有人開車說公車司機突然間就心臟麻痹，然後強撐了之後把車子撞到路邊，然後減少損傷，這我們看過。那你說開飛機有沒有發生？發生過，國內外都有過，所以並不奇怪。或者心臟病啦，或者說什麼這個突然之間頭暈啊、頭痛啊，或者是什麼一氧化碳中毒什麼的，這都有可能。那等到飛行員失能到他完全沒辦法控制，然後最後呢，飛機要撞到障礙物才停下，或者自然墜毀。後來有人就算過，因為那棟大樓呢，大概是那個方向呢最容易會碰到的第一個高的障礙物，所以撞到東西啊，你說它完全不是意外呢，也有這可能了，是意外了，所以倒並不是說很特別。第二就是飛行員呢，如果說我們剛那幾個觀察都是正確的，也就是說，那個記者呢到那個航空學校去，飛行學校去，拍到了那車牌，然後那車牌他查到了車主，然後那車主剛好有中信集團，然後中信集團又有這個人，這樣拼起來就說，那飛行員是那個人呢，大概也可以理解了。那現在問題是他什麼動機？如果是他不是失能，他是有意去撞，那什麼動機？現在傳出兩個說法，一個說法是個人投資理財呢失利，然後想不開；第二就是公司裡面營運出問題，但叫他背鍋。那第二個就比較嚴重了，那這種就說不過去了。
但是我看到比較特別的一個分析，就是美國 CIA 一個前助理副局長，他後來當教授，叫 Wilder。後來《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採訪他，因為他專門研究這個問題的。他說很簡單，不管什麼原因，中共的領導人，尤其是習近平呢，一定會往最壞的方向想。我非常同意這個看法。以我對中共理解呢，他們會把所有問題呢，第一高度敏感化，第二高度政治化。所以這個事情你說發生別的地方呢，他都會想一想，更何況發生在北京，而且離我這麼近，1分鐘2分鐘就到我這裡了。所以他說這個恐怕問題不會，就他是說後續發展呢一定很複雜。我也同意他的看法。他說最少他一定會追究誰讓飛機起飛的啊，這個跑不掉。但我認為大概不止於此。當然，對習近平來說，尤其特別談到最後的打算，習近平老師講了很多次這個獨裁者哦，這個高處不勝寒哦。發生這種事情，我們都每次都在猜習近平吃飯的時候到底要不要銀針來試菜啊？那你可以想象，現在連飛機要管控。其實接着我都會好奇一個問題：習近平的守衛，他的這些在旁邊守護他的人，難道都是赤手空拳不帶武器嗎？我都會懷疑他到底要用什麼來保護習近平。所以老師怎麼看待這件事情？可能後續會有怎麼樣的發展？第一個呢，就是中共對這個問題，我剛剛講過，他們一定會往最壞的角度去想。然後現在時間特別敏感，為什麼呢？21大明年要開，他們現在大家不是說那是明年，是不是？對中共來說，現在已經開始布局，所以你現在看到人事什麼大的變動什麼，跟着都有相關。我們等下慢慢詳細講。所以第一呢，在時間上他們認為敏感，因為明年21大召開，現在還一定是先掩蓋真相，所以出來那個說明很簡單的第一個。第二呢，一定加強安保，這毫無疑問的。第三，一定追責，至少我剛剛講，我同意的 Wilder 講的，他會追究說誰讓飛機起飛的。社會上怎麼看呢？會不會是一個憲章事件？我們不是過去講過嗎？有人昨天去買了車，然後今天就開始開到這個菜場去撞人去了。所以大家想說這是不是一個憲章事件？當然有可能，但是憲章大概不會這樣憲法啊，我是這樣猜了。但是我後來想到說，有沒有可能是這種？除了說911之外，我們還想到什麼紅場事件？這個可能有些觀眾朋友不一定很清楚。1987年的時候呢，冷戰還沒結束，美國跟蘇聯呢對抗很緊張，所以當時呢這個國際氛圍呢仍然是緊繃的了。1987年的5月底，有一個西德的業餘飛行員，19歲的一個小朋友叫魯斯特 （Lust），他參加了駕訓學校，然後學會了開飛機。他的這個駕駛年齡有多長了？50多小時，50多小時。這位人19歲，年輕啊，那膽子很大，就開了一個民用的一個飛機，我就是也是小型單引擎飛機，從芬蘭的赫爾辛基出發，然後呢飛過愛沙尼亞，飛過當時的列寧格勒，今天叫聖彼得堡，然後進入到蘇聯領空。而且他已經進去了，進去很長，最後呢，飛到哪裡呢？飛到莫斯科。你很難想象啊，一個小飛機，19歲，然後才飛過50多小時的這樣開飛機，就開到莫斯科。他本來想呢，直接飛到克里姆林宮，想說不太好，為什麼？因為飛到那邊呢，一定會被秘密逮捕，然後整件事情就蓋下去了。他就是要事情爆出來。我想了半天，最後決定我飛紅場，停下來。消息知道的我們都嚇壞了，我們說什麼事情啊？我們第一個反應說，哎，是不是間諜啊？就發現不是，就是非常單純的人，他就是討厭共產黨，就是要給你們難看，然後就幹了這件事情。最後他當然抓下來了，那當然也關了一段時間，然後這當然要放回來。整件事情影響最大什麼呢？蘇聯當講說，我防空多厲害啊！我跟美國跟蘇聯對抗，我有多少什麼反彈道飛彈啊什麼的，我在這個莫斯科附近部署了100枚，你在這個 DC 附近部署100枚，我們都簽好的了。就現在一個飛機飛進來，我完全沒有察覺。所以如果說你要攻擊克里姆林宮的話，那個人帶了高爆炸，那絕對是炸得了的。所以現在這下問題大了。後來發生什麼事情呢？國防部長下台。
然後呢，這個幾百名跟這事件相關、跟這個間接相關的防空的這個高官呢，全部倒台，整數規模號稱呢是幾百人到2000人，幾百人2000人，光軍官呢基本上都2000人，誰整的呢？戈巴契夫整的。哎，當初戈巴契夫不是改革派嗎？對，因為當時軍方很多是保守派，戈巴契夫想改革，然後這些人反對。所以戈巴契夫借這個題目呢，就整了一大批人。當然後來他自己也出了事情。我在說什麼？我說的是集權國家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呢，他們會這個要叫什麼？繃緊階級鬥爭那根弦。他們的想法跟我們完全不一樣的。所以我開頭講，我說明年就要開21大，人事安排線已經開始了，然後各方鬥爭非常激烈。那現在會有2條線出來，我不說一定會發生啊，我先說明一下。我不是說一定會發生，但是中共他一定會往這方面想，而且這個事情是有可能往這邊發展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習近平一定會整數一些人，因為借這個題目整數一批人，不管相關不相關，因為我反正明年21大，我要安排我的人呢，或我認為這個人不可靠，我看了不順眼了，我找個題目發揮一下，把它換掉，這是一個很好題目。這第一點。第二點，除了習近平要整底下人之外，底下人要互鬥的呀。我們過去講過這件事情，為什麼呢？因為21大上去，哎，你上去我就上不去了，我上去你就上不去了，那位置就只有那麼幾個嘛，所以我要先幹掉你，你也要幹掉我，那最後怎麼辦呢？大家借題發揮，所以這些事情可能真的不相關，可能真的就是很單純的個人事件，甚至就飛行員失能，然後不小心撞上了，剛巧撞上自己工作那種大樓，那怎麼辦呢？但是底下人借題發揮，就是哎，他相關了。他該管沒有管到，或者說他跟他有什麼間接的關係，最後呢東拉西扯，最後就扯到了。也就是說，除了說最高層要鬥底下人之外，底下人有可能互鬥，因為明年呢你上我下和我下你上，這個是一個生死攸關的事情。我不是說，我再說一次，我不是說這件事情會發生，但在一個集權體制裡面，借題發揮搞政治鬥爭是非常可能爆發的事情。大家不要忘記。1976年的這個天安門事件跟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都是政治鬥爭下面借題發揮的一個非常好的案例。所以我不說這件事情一定會發生，但是呢，我們觀察後面的發展呢，是耐人尋味的。是哦，這一次這個中國尊大樓在北京哦，這個被這個小型的飛機撞擊之後，後續大家當然引起非常大的一些關注，可以想象這件事情一定引起非常大的一個討論度。我相信在中國茶餘飯後在談這件事情，一定也都有會聲會影，甚至有各種的一些猜測哦。這個就是威權國家裡面把資訊掩蓋之後，讓大家更多的一些想象哦。當某種程度很悲傷的說，就中國人民受到的管制跟限制會更高。這個大概從這件事情上，我相信聯動的影響一定非常的多，但值得我們持續在做觀察。今天謝謝明老師，也感謝大家收看。喜歡我們這一集節目，歡迎幫我們轉傳、按讚、分享給更多的好朋友。再次感謝大家。金老師剛剛如果談到那個鬥爭，因為你可以想象，在不同族群那個鬥爭，在過去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來講，的確有那種叫做各方山頭在鬥爭。但至少我覺得，在中共這體制，大家在會問說，習近平都已經權力一把罩了，他到底還能做什麼？他還能鬥什麼？不是，因為對他來說，你覺得他沒有連任壓力嗎？有啊。你覺得明年21大，他覺得他能順利連任嗎？因為他會認為說，其實我知道我的政績不夠好，經濟也變壞了，然後外交也被大家圍堵了，什麼等等，然後社會上失業很嚴重，民怨官怨什麼都很厲害，所以他心裡是有數的，他不是沒有數的。那你說，會不會人家借機整我？那我很擔心。所以，與其我被人整，不如我先整人家。這第一種可能。第二種可能就是21大，那我也要連任，但是現在這人馬不太稱手。我要換一些趁手的人，不管軍職或者文職，我要換一些趁手的人。我拿這個當個題目來去做，完全可能。那另外一點就是，我甚至會擔心說，他是不是原來想撞中南海，就沒有撞到，不小心撞到了這個中信大樓，他只想撞我。他幸虧這個只是這樣子撞而已，他萬一帶了 C4 高爆藥呢？萬一他帶了髒彈呢？
萬一他帶了這個比如說生化什麼戰劑呢？帶了是什麼新冠肺炎的那個這病毒呢？什麼等等，他來撞我呢？在1分鐘就撞到了。他們會這樣想，我們可能不會這樣想，但他會這樣想，所以我才擔心說這種事情發生之後呢，後面衝擊會很大。當然不一定是馬上哈，它會陸續一波波這樣出來。但是將來呢，我們因為到明年21大應該還有1年半左右的時間嘛，現在是7月嘛，明年應該是9月到11月之間呢，所以這個1年多的時間裡面呢，我們可以看見一定會有大換血跟大整數，跟這事情會直接間接相關。當然他不會告訴你說，因為撞飛機說我整他，不會這樣講。其實這個也是累加。老師，我一直在談說他的心態，我可以想到習近平現在會不會有一個心態叫做，我覺得每個人都想害我啊，完全可能。這個事情不只是他，趙紫陽後來這個被罷黜之後呢，後來他採訪，他自己就講了，他說1958年以後，毛主席精神就非常緊張。這話講得很含蓄了，意思就是不正常了。什麼叫不正常？我到那邊之後呢，我開始擔心了，我看每個人都不順眼，我都開始懷疑了。1958年到他1970幾年去世還有10幾年，天哪！所以你才能曉得說後面發動的不管是這個之後的這整數啦，或者說文化大革命啊什麼等等，或者說整這個什麼林彪等等，這些跟這個都不是無關的，因為對他來說，他看見就這件事情，他從這個角度看問題，所以我才跟大家講說，我們看的是一個撞飛機，他看的就是21大。他看問題角度跟我們看問題角度是不一樣的，這才是最大的差別。是這個，我們當然有時候會悲觀的說，因為中共隨着剛剛投入那麼多維穩經費，科技人臉辨識越來越厲害，你會覺得完蛋了，中國人民卻更難這個來做反抗。可某種程度，我覺得他就會敗在自己的人性。你當他自己這些問題沒有解決的，我覺得最終事實上最後可能絆倒他的就是他自己。我們講的就是高壓鍋理論嘛，就是高壓鍋理論。你這樣你越封的嚴的時候，你的壓力就越大，最後哪裡一爆掉的時候是完全不可收拾。東歐跟蘇聯都是這樣發生的，都這樣過來的。你可以想象，他接下來一定會懷疑他最身邊的親信，那些親衛隊在旁邊守護他的部分，我可以想象他一定擔心的要死，這值得大家好好來思考。再次謝謝老師，謝謝。